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您对如何确认供应需求区域有疑问吗？不知道到达你的供需区域后如何入市？我将向您展示这个简单而有效的策略。这策略对您们所有人都有效。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如何识别供需区域。进入市场之前要遵循什么步骤和规则？那么让我们开始吧。我们如何识别供应需求区域？什么是供应需求区？基本上就是激进的抛售而形成的大蜡烛。我们希望看到积极的买卖，因为这告诉我们，所有像大银行和机构的大公司正在进入市场，并将市场推向这个方向。我想让你看一下这里的蜡烛，巨大的蜡烛告诉我们，有很多激进的抛售。大量的动力和成交量推动价格下跌。在右侧，我们看到绿色动量蜡烛告诉我们，有很多激进的买盘和很大的购买压力推动价格上涨。所以这些是您在交易供应需求时应该寻找的蜡烛。这种势头的蜡烛告诉我们，市场上有聪明的资金。另一方面，如果您看到像这样的小蜡烛，则这不是需求，这是散户买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小蜡烛。因为聪明的资金根本没有交量或动力。为什么要交易供应需求区？让我与您分享为什么我喜欢进行供应需求交易。因为我想与拥有大量资金的大基金共同进行交易。在这些大基金进入市场时，对价格做出反应而出现有动力的蜡烛，那就表示大基金已经出来玩了。供给是指市场大幅下跌时，需求是指市场大幅上涨时。好，那我们如何正确寻找供应需求区？第一，您要连续找至少3根有动力的蜡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连续发现了4根绿色而有动力的蜡烛，可以连续4根或5根绿色的蜡烛，但最少是连续至少3根有动量的蜡烛。记住，你不想看到像这样微小的小蜡烛。你想要看到的是有动力的蜡烛，所以在这个例子中，我将使用这4个绿色动力的蜡烛。下一步是寻找到动力开始的区域，因此这里的动力是从上一个蜡烛开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标记上一个蜡烛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所以现在这面积将变成需求区。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价格回到这个区域，然后买入。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价格到达我们的需求区后，立刻拉升继续向上。这是另一个例子，这是英镑日元15分钟图表。这里有3个大动量蜡烛，因此我们画出前一根蜡烛，然后将其拖到右侧，这将是我们的需求区。我们正在等待价格回落至该区域，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所以现在价格已经成功回到这个区域，这就是我们用来识别供给需求区的第一种方法。下一个方法是横盘，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价格只是横盘整理，不会去任何地方。所以你可以做的是，把它画一个盒子来整合，然后看看价格的变化。价格实际上一直下跌到触及这个整合框，然后才回升。所以这是你的第2种方式。第3种方法是寻找有影线的区域，影线基本上向我们表明价格正在拒绝该区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多长影线蜡烛在这个区域。因此，您可以做的就是在该区域周围画一个框，然后将其一直拉到后面，这样您就可以看到下次价格回到该区域时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需求区。这上面也有另一个供应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该区域形成了多个长影线。这向我们表明，该区域就像一个非常强劲的区域，价格总是拒绝。所以，如果您画到右边的区域，您可以看到下次价格一路上涨到这里时，它确实有反应而回到需求区域。但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和点赞，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如何识别供应和需求区域，我们就必须知道如何对其进行交易。首先，我们需要顺应趋势进行交易。该策略仅使用一个时间范围来进场，因此我们不会寻找确认入场点。我们交易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顺应趋势，这非常重要。所以，假设我们处于看涨趋势中，价格正在上涨，识别趋势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只要您在5秒内打开该货币对，查看图表，您就应该能够识别它的趋势。如果您对价格方向感到困惑，并且无法在5秒内识别趋势，我强烈建议您转向另一队。第二，
我们需寻找公允价值缺口的结构破坏。现在一旦出现结构破坏和公允价值缺口的结构，我们要做的就是划出我们的需求区域。通常我们会标记公允价值缺口或不平衡的第一根蜡烛，这是我们要进场的区域。但事情并没那么简单，你可以从那里入场，但价格实际上可以推动这个公允价值缺口又走向另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还必须寻找一些其他标准来进场。因此，第三是在我们的供应和需求区域附近寻找流动性。一旦我们注意到流动性出现在我们的需求区域附近，我们就监控价格变动。现在，一旦您掌握了所有这些，我们就会在杀手区时间中寻找流动性。在这流动性出现在英国时区，图表中的绿色是英国时区，即14点至18点 GMT+8；蓝色是美国时区，即19点至0点 GMT+8。一旦一切都设置完毕，现在就是最后一步了。一旦价格进入我们的需求区域，我们就必须寻找3根蜡烛模式。3根蜡烛模式必须在你的需求区域出现，它可以在其内部形成，但也可以在外部出现。可是第2根蜡烛必须接触我们的需求区域时形成，而其余的则在需求区域之外创建。所以现在我们如何进入市场？我们必须等待第3根蜡烛突破第2根蜡烛的高点后进场。一旦价格向上突破第2根蜡烛的最高点，我们将可以进入市场。我们不需要等待第3根蜡烛收盘价高于第2根蜡烛，我们将把止损设置在波段低点的正下方或保收的放置需求区下方。我们将目标设定为1:2的盈利比或最接近的波段高点为目标。这就是整个策略。我将向您展示一些事例，一切都会一目了然。同样，在看跌的情况下，我们将寻找相同类型的设置的订单流程。现在我们这里有英镑美元1小时时间范围。首先，我们将寻找趋势，这里我们有上升趋势。第二，我们寻找公允价值缺口的结构破坏。第三，我们划出我们的需求区。然后，第四，我们等待流动性清扫进入我们的需求区域和检查流动性是否发生在杀手时区。一旦所有这些都到位，我们将寻找3根蜡烛模式。我们将寻找波动低点。一旦第2根蜡烛的高点被突破，我们就可以进入交易。好，让我们看另一个例子，这是1小时时间范围的英镑日元。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趋势明显是看涨。我们现在是上升趋势，这里我们出现结构破坏，我们将标记极端需求区域。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蜡烛具有极端的公允价值缺口，因此我们绘画公允价值缺口的第1根蜡烛为需求区。在到达需求区前，我们看到积累了流动性，并在杀手时区时出现流动性抢夺。因此，一旦价格进入我们的需求区域，我们就会寻找3根蜡烛模式。当第2根蜡烛的高点突破，我们就进入交易，将止损设在该波段低点的下方，而目标将是最近的高点。好，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一些价值，如果有的话，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下一集见。